大家好，我是朵拉。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我今天呢，其实是要讲一个有点小严肃的故事，但是我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背景，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整个气氛太沉重。那主要的主题就是我差一点被诈骗的故事。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整段过程，我没有真的被骗。也许有些人没有遇过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台湾人都对诈骗非常的聪明，可是诈骗就是永远就是比你再聪明，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警觉。那我们就开始咯。我最近就在找兼差，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广告，它是在我们这区的一个工作中介，就是合法的澳洲工作中介的网站上面发出来的。他们可能是在应征助理，因为它上面是写assistance。那我想说，那当做是一个 part time 还 OK， 我觉得这还蛮符合我心目中想要的一个工作条件，所以我就主动联系这个中介的承办人员，他也很快就回复我，他就是透过那个 Facebook 的 Messenger， 然后又再转到另外一个承办 A 这样子。这个工作的主要承办人，他会再透过 WhatsApp 跟你联络。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有一个警铃，叮，为什么是 WhatsApp？ 可是我觉得 OK， 那我还是相信他，因为他是真的澳洲合法的中介，没关系，我就静观其变，我就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从早上大概10点多我跟他联络，一直到晚上9点我才收到一个 WhatsApp 的一个人来跟我做联系，他传讯息给我说 Hi Dora， 你是不是在找这什么工作？我说哦对啊，我就把这篇贴给大家看，他就是一个蛮正常的说他们是哪里啊，然后我也就立刻就 Google 这家公司。那当然我也是看了这公司就觉得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一知半解，但是又看了他们的官网，就是在介绍远距工作。那我觉得它就是很适合对现在有很多人想要兼差，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我就再进一步就问他说工作内容，可是他都讲得很含糊，很含糊。我讲完之后，他就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听一下我们的薪资条件呢？看起来就很正常，可是他们是配美金，因为他可能是在美国的某一个公司，然后我的确在官网上面的确有看到他们的网站也是做的很正式的感觉，我就觉得他应该是 OK 的。然后他就开始讲说他们是美金啊，1个小时多少钱啊，干嘛之类的。然后如果他们在 training 就这30分钟一样也是会配你薪水，这跟澳洲是一样的，就是像你在一般的工作你做 trial 的时候，他们一样也是会配你薪水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都还 OK， 直到他跟我说 training 请你去 Telegram， 我想说 Telegram 不是那个就是匿名的聊天室吗？就是亨利很常在上面看那个乌克兰战争群组的那种地方，我就有点警铃大作，想说为什么要去 Telegram？ 然后我就开始就很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身边也没有人可以问，我就是想说怎么办？他会不会真的是诈骗啊？那我要怎么下装呢？上网找官网也没有很详细的说明，然后网络上也没有人分享说有没有人被诈骗的经验。然后是直到我那时候当下，我就觉得好，那我来问一下，我们现在最好的伙伴是谁？ChatGPT。然后呢，我就说，我现在在找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很怪。一开始他就说，也许你可以警觉他可能是，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100%确定他是一个诈骗的工作。直到我就一直feed给他说，那他现在告诉我要去做一个30分钟的 training 在 Telegram。你知道 ChatGPT 说什么？他说立刻关掉这个聊天视窗。他说这个100%是诈骗。我说哇，他可以下这么决断的结论。因为他的关系，我就瞬间脑袋就很清醒。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当你真的对某些事情很怀疑，可是你又不能马上确定。我觉得我当时觉得是我会不会误会这个人，他其实根本就不是诈骗，我也误会了这个澳洲合法中介，所以我就一直心里有个声音是他的诈骗，可是我又不敢相信。然后 ChatGPT 他就一直帮你清醒的回应你说，我知道你的心情，可是这个东西他就很多他就讲了种种迹象都可以觉得他就是一个诈骗。所以当下我的内心就很坚定说 OK，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回应说你不需要这份工作了，然后就是 be nice， 但是接着下来你要去做一个scam report。当下呢我就也是这样回复他，然后我们的对话就这样子就结束了，所以我没有被诈骗到。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蛮容易可以掉到一些不了解网络上面
怎么运作的人。那后来我有去上那个澳洲的 Reddit， 真的有很多人分享说他们真的有被职业诈骗，就是透过中介，然后那中介名就很合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被骗了。我就看 Scam Watch， 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些案例，他们这些诈骗是怎么做呢？他就是我是诈骗，可是我就看到某某合法中介，他可能有一个公司，我就跟那个中介说，哦，我们公司现在在找人。那这个合法中介其实他也没有做背景调查，可能就代为转po这个内容。所以第一个他没有做合法调查，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人其实他就是用合法包装不合法，所以才会让这么多的人受害。所以我认为这个诈骗其实他应该也是害到蛮多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搜寻，就是 job scam 或是 job scammer 之类的关键字。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了 scam report 的过程。这个过程呢是 ChatGPT 建议我去做的，因为他说你建立一个这个 database 之后，这些网站当然就会越来越精进嘛，那就可以提醒更多其他的人不会受骗。然后你就把你受骗的过程写下来，然后他们就有一个记录。可是我等了1个礼拜，他们都没有回信给我，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只是接收这个资讯，但是他们不会回复。那同样的，我也有写信到哪一家合法中介，因为我是透过他们的广告才转联系到这个诈骗的，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们说，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诈骗哦，你们应该要去做一个背景调查，你们应该要审慎处理提供这个工作的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以免下一个人会上当。然后这个工作的中介也没有回信给我，可是隔天他们的那个广告就下架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alright， 因为我有问 ChatGPT， 他说其实这些合法中介，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被骗的一员，所以他们看到你的提醒之后，他们会立刻把那个东西下架，或者是去检讨内部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是不会回应这种可能是受害者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就这故事还蛮妙的啊。然后我也很感谢现在有 AI 可以帮我们就是做一个提醒，然后他一直给我下 red flag， 我觉得他真的超赞，他就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话呢，大家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我经过这个经验之后呢，我会觉得很难过，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真的想要找一份工作，然后他可能像澳洲那么大，像我是住在偏远地区的人，我们就想要找个兼职嘛，又是透过合法中介，结果就还是碰到了诈骗，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地方吗？所以我当时是觉得有点难过，不过又很庆幸，还好我有利用 AI。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 sign， 就是我当时他就叫我下载 Telegram， 可是 Telegram 他不给我用，他就是没办法认证。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认证的过程也是一个 sign， 就是告诉我不要，干脆就不要下载。所以我觉得这过程也蛮有趣的啦，所以我就想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虽然有点严肃，但是我觉得还好啦，就大家多小心一点。那我们就下次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喜欢的话呢，请下面留言，还是说你其实曾经有被诈骗过，也下面留言告诉大家你的经验。这样子哦，拜拜。讲完了，我今天带的这个小点心，野餐中。